娘，谁？现在看是留他不得了，要不要我帮你？放心，一个数字，随便就打包。思儿，这可是母亲特意为你熬的，喝了好上路啊！我不要！这是哪儿？这陈设，难不成我穿越了？恭喜宿主，情报武道系统激活成功。当前季度节点任务：证实大夫人王氏与禁军副统领赵坤私会，并毒杀妻子李斯。附加任务：绿帽警报将情报售卖与合适的人，即可获得任务奖励满级金钟罩。这对狗男女戏倒是做得挺足，不过老爹，这绿帽子没谁比你更合适了。大人，次子求见。这孩子平日里向来怯懦，今天怎的有空来我这儿了？叫他进来吧。见过父亲。身子好些了？听说你身子不适，这么大个人了，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如此不当心。劳父亲挂心，已无大碍。只是儿子近来遇到一桩难题，不知当讲不当讲。讲，是个男人，就绝对受不了这个直白的刺激。看来我也得将就将就说话的艺术。儿子有一个朋友偶然发现，他家中一位极亲近的长辈，似乎做了些有悖人伦的丑事。哼，家长里短、肥短流长这等琐事也值得你打扰为父？既知不当，要么闭口不要，要么直言相告，有何为难？是亲眼所见，还是道听途说？父亲，是亲眼所见，只是此事害人，若贸然告知，怕长辈震怒，不信他一面之词，反而指责他搬弄是非，所以我才……既是亲眼所见，有何可怕？若证据确凿，岂有不信之理？长辈若是明理之人，感谢他还来不及呢。儿臣昨日在花园之中亲眼所见，嫡母和禁军副总领赵坤二人颠鸾倒凤，罔顾旁人。父亲如若不信，儿子愿以死谏。说什么？你说什么？儿臣说，昨日在花园之中亲眼所见，嫡母和禁军副统领赵坤二人颠鸾倒凤，罔顾旁人。腾腾，这老登下手这么重！恭喜宿主，情报已成功授予，核实目标永安侯李存。任务绿帽警报已完成，奖励发放满级金钟罩。这系统还真及时。逆子，逆子，你也配叫我逆子？你张口就是攀咬自己的嫡母！你刚刚口口声声说长辈若是明理之人，感谢他还来不及呢，现在怎么到了自己身上，就成了我无乱攀咬，不懂礼数了？是你三妻四妾，身旁不知道多少莺莺燕燕，怎么可能想起我这个儿子？胡说！你从小一向乖巧听话，就是内向了些。我也不是不关心你，你怎么能是吗？那你知不知道，我根本不是身子不适，是被你那好夫人王氏灌了毒药，差点一命归西。胡说八道！思儿，休得胡言乱语，坏人清誉。大夫人乃尚书千金，真正的书香门第，大家闺秀，岂会做这等不知廉耻之事？知书达理，大家闺秀。是啊，人家尚书千金，好端端的，怎么会看得上你这武夫？不过是屈就你这侯府的滔天权势罢了。对人家来说，外面找个禁军军官当相好，再正常不过了。我亲爱的父亲，你难道就没想过，你那个宝贝大儿子李贺，到底是不是你的种？到底是不是你的种？你说什么？行了，话都说开了，我也不在乎你怎么看我，黑锅我背了，毒药我也喝了，
甚至打我也挨了。现在信不信查不查，都是你自己的事儿，与我无关。等等，你刚刚何出此言？我说，你确定那个野种是你的？你好好想想，王氏是什么时候怀上的？你真能100%确定，一点流言蜚语都没听到？我确实听到一些，不过一些，哼，人家已经对我这庶子下毒手了。下一步就是给你也灌一碗毒药，到时候人家和奸夫的儿子名正言顺继承侯府，你李家彻底断子绝孙，改姓赵吧！放肆！我是你父亲，你是被人在坟头嘲笑，被婆娘骗了一辈子，连祖宗基业都送给了奸夫的活王八，还是像个真男人一样清理门户，你自己选。侯爷，礼部尚书府苏万公卿小姐来了，还带着一位公子，正在大厅等候，说有要事求见侯爷。知道了，我马上就到，你先去吧。果然是五父世家，粗鄙如此。我等登门已久，主家还能迟迟不现身，岂有此理！去告诉你们侯爷，我苏婉清今日来，只为一件事。李斯生性怯懦，毫无建树，配不上我尚书府的门楣。这门婚事就此作罢。就是一个连下人都敢欺负的废物庶子，也妄想癞蛤蟆吃天鹅肉。赶紧把婚书拿出来，别耽误苏小姐的时间。姑娘，您别急呀，二公子吩咐过了，请各位前去饭厅稍作等候。呵呵，看来这永安侯府倒还算识趣，知道我等前来退婚，早早备下好酒好菜赔罪。婉清，过来入座吧。不好意思，二少爷吩咐了，在他来之前，任何人不得靠近这桌酒席，还请公子不要让我等为难。我呸！一个五夫家的庶子，有什么脸面这样待客？来了这么长时间，茶水不上也就罢了，现在连酒席也不让人用，如此粗鄙，说出去不怕旁人笑话吗？这位公子，来我们侯府退婚，还妄想好酒好菜伺候你，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反了，当真是反了！这卑贱的下人也敢对我指手画脚，我今天还非要坐这儿不可！给我滚开！你们想干什么？我乃礼部尚书之女，你们怎敢如此无礼？无礼？我怎么觉得他们礼数十分周全？你就是李斯？哼，果然是粗鄙武夫，毫无教养。我乃当朝吏部侍郎之子张兰，你敢让这些下人对我无礼？信不信我让我爹参你一笔，让你永安侯府吃不了兜着走？管家，把这个不知所谓的东西拖出去，杖死！李斯，你这废物，听见没有？连你家的狗都知道我爹是谁，都不敢动我，你拿什么跟我斗？是吗？今天谁动手，每人去账房领10两银子。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你们可知道我爹是吏部侍郎？住手！李斯，你疯了吗？他可是朝廷命官之子，你今日若是伤他，两家必成死仇，快让他们住手啊！还没过门，就在我侯府众目睽睽之下护着别的野男人。苏婉清，这放在民间，你们叫奸夫淫妇，是要一起进猪笼的。只不过你要是想试试，我不介意让他们连你一起打，就是不知道你这富家小姐的身子骨能扛得住几把。你以前不是这样。啊！我的腿，我的腿！父亲，别愣着，这席面花了大功夫，不能浪费。谁让你做了？你太过分了！说吧，带着野男人来我侯府，拉拉扯扯，眉来眼去，到底所谓何事？我没什么事。是吗？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不说的话，以后就没机会说了。真没事。李福，立刻去准备全京城最响的锣鼓队，再扯上10丈长的红布横幅。二少爷，不知您让小的准备这些
是做什么？自然是去礼部尚书府退婚，沿途给我敲锣打鼓，大声宣告全城：苏婉清未嫁先与外男纠缠，不守妇道，此等破邪，我永安侯府休了！休得这就去办。不要！李公子，李斯，我错了，求求你不要去。若是这样游街退婚，我就彻底身败名裂了，我爹会打死我的。思儿，这既然苏小姐已经知错，做事留一线，不如父亲，你觉得他到底是错了还是怕了？李公子，我真的是清白的。我虽与表哥同行，但绝无半点苟且。我至今然是处子之身，我发誓。行啊，我在房间等你。一会儿啊，我验验破。不错，货真价实。李公子，请坐。不是吧？记住，既然成了我李家的人，以后若敢有二心，或者再跟什么不三不四的人牵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日后一切都听公子的。回去之后，张兰的腿，知道该怎么说吧？是表哥来侯府做客，自己没走稳摔断的，与公子毫无关系。不错，学得挺快。天色不早了，送苏小姐回府。公子，留步。父亲，为了永绝后患，今夜我们必让张兰有来无回。兰儿，是我的兰儿吗？天杀的，这是谁干的？是谁把我儿打成这样？娘，是永阳侯府，是李斯，他让人打断了我的腿，好疼，我好疼啊！以前李斯，你们这些粗鄙武夫竟敢下此毒手，简直是欺人太甚！来人，备墨，本官要立刻起草奏折，明日早朝定要在金銮殿上参他李前一个纵子行凶之罪，我要让他李家死无葬身之地。小姐，今日张公子被侯府打成那样，尚书大人若是知道了，定会为小姐退婚做主。咱们是不是要跟张家通个气儿？闭嘴！日后谁敢提退婚半个字，我撕了他的嘴！小姐息怒，奴婢知错。张兰那个废物，自己学艺不精摔断了腿，与我公子何干？传我的话下去，今日之事，苏家任何人不得插手张家的破事，谁若敢在外头乱嚼舌根，坏了我公子的名声，直接乱棍打死。都安排好了吗？放心，府内已经放出风声，说你我父子二人前往京郊大营处置军务，各处岗哨也做了调整，留出了他进来的空档。但若是真抓到了，之后怎么办？他毕竟是禁军副统领，怎么办？当然是废其武功，挑断手脚筋，挖眼割舌，做成人质。这么狠？狠！李乾，你可真是我亲爹，人家都快把你侯府变成他偷情的后院了，给你戴了这么大一顶绿帽，还差点毒死你亲儿子。你现在跟我讨论狠不狠？好，就依你。不过思儿，为父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怀疑王氏那个贱人根本就是二皇子早早安插在我永安侯府的一步暗棋。检测到宿主获知重大隐秘情报，大夫人王氏乃二皇子暗棋，情报价值判定高，奖励发放，满级铁布衫，公补断后。二皇子的暗棋，你怎么知道的？我近日查到，赵坤实则早已暗中投靠了二皇子。再联想王氏嫁入侯府的时机，他的身份还能是秘密吗？难怪，原来他别有任务。今晚这出戏，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一会儿你套麻袋，我打闷棍。对方毕竟是禁军副统领，绝非泛凡之辈。我皮厚，放心吧。刚得的本事，正好拿他试试成色。正好就在外面动手，选个僻静巷子。
这府里一草一木都是我未来继承的家产，可不能打坏。逆子，老子还没死呢，你这就惦记上家产了？父亲，不是我说你啊，连老婆偷人都发现不了，你还是早早传位给我，免得家业被你败光比较好。放屁！你爹我有远见着呢，我早就安排心腹在那贱人的熏香里下了软筋散，药量不大，但足以让他手脚发软。就我们2个，他也休想跑掉。哟呵，会用计了。我是你老子！小声点，惊动了那个奸夫，下一次再想逮他可就难了。都安排好了，夫人放心，都已打点妥当，院里值守的人都撤下去了。侯爷和2少爷也去了京郊大营，今夜不回。做得干净些，去吧，这里不用你伺候了。狗男女，急什么？现在冲进去，他狗急跳墙反而麻烦。难道就让我在这里听他给我现场戴绿帽？要想抓活的，就给我忍着，药效还没完全发作，别坏了事。进谁啦？有飞贼进府啦！快抓贼呀！怎么回事？外面怎么了？不好，中计了，我得走了。狗贼敢偷到你爷爷府上，打死你个渣胎！父亲，别让他有还手之力。父亲，我们走，去城外破庙。疼！以前没有你们怎么敢绑架朝廷命官？我是禁军副统领，这是死罪！快放了我！赵坤，死到临头还敢嚣张！告诉你，老子亲眼所见，你跟那贱人的事，老子全都知道了。侯爷，饶命！误会，我错了，我真的知错了，求求你别杀我！我可以把我所有的家产都给你，我还可以把2皇子的把柄交给你，求你饶我一条狗命！少他妈废话！父亲，绿帽是给你戴的，这口气必须你亲手出。不要，侯爷，饶命啊！完了，正好，我们直接回吧。里面不用收拾一下，毁尸灭迹。收拾？收拾给谁看？这荒郊野岭，野狗都不一定找得到。再说了，他死了，谁知道是我们干的？走，儿子，你说家里那个贱人，还有那个奸种李贺该怎么办？这还用问？一杯毒酒救下他当初想毒死我的那种，送他病逝归西，对外宣称侯夫人急症暴亡，也算是给永安侯府留点体面。至于那个杂种李贺，正好一起送去见他亲爹赵坤，免得留下后患。侯爷、2少爷，小的在此等候多时了。你叫什么名字？回2少爷，小的叫赖忠。好名字，你从明天开始不用干杂役了，就跟在我身边办事。谢2少爷赏识，小的这条命以后就是2少爷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起来吧，正好有件小事，考一下你的忠心。去大夫人园里，把这包东西下到她的茶水或汤羹上，做得干净点。是，2少爷放心。四儿，此事关系重大，交由一个下人去办，是否太过冒险？万一败露，天大地大，侯府你最大，最后不还是你永安侯一句话的事儿？悄无声息的少个下人罢了。那今晚就动手，多让他活1个时辰，都是对李家列祖列宗的亵渎。今晚我们必须动手。侯爷，您不是去京郊大营了吗？怎么现在回来了？营中无事，就回来看看。刚刚听闻府中进了飞贼，没惊扰到你吧？没有，妾身一直待在房里。没事便好，我去书房歇了，你也早些休息吧。是。没用的窝囊废，连个贼都抓不住，搅了老娘的兴致，活该一辈子当个莽汉。夫人，侯爷吩咐厨房熬了安神汤，让您压惊。压惊？我看他是想气死我。拿走，我不喝。夫人息怒，这汤药用了上好的药材，您喝了能睡个安稳觉。小的也是奉侯爷之命，还望您体谅侯爷的用心啊。宋还有点良心。
李斯，你疯了吗？深更半夜闯入嫡母寝室，成何体统？体统，嫡母，我来是有一件关于故人的消息，觉得有必要告知母亲。你胡说什么？什么故人？就在刚才，城外破庙，那位与母亲情谊深厚的故人赵坤，他死了。什么？不可能！你胡说！你骗我！骗你？尸体现在应该还在那破庙里躺着呢，死状颇为凄惨。母亲若是不信，大可以亲自去送他最后一程。不会的，坤哥，来人啊！备车，快给我备车！检测到宿主制造业掌握重大拦截情报，请将情报售卖给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看来老爹，您得牺牲牺牲了啊！看来母亲是真信了。您难道不想知道是谁如此狠辣，送了您的赵副总顶上路吗？谁？我要将他碎尸万段！亲手两劫赵坤的，正是您那位夫君永安侯李乾啊！而在旁边帮忙按住手脚递刀子，不才正是您的好儿子。我这份谢礼，母亲可还满意？情报：赵坤之死已成功售出，任务分配此事完成，奖励发放5件荣耀手办证。现在侯府终于清静。他如何了？死了，急痛攻心，吐血而亡，很合理。死了，好，死了好。天亮之后，侯夫人突发恶疾，不幸病逝的消息就可以扒出去了。至于大哥李贺那边，那个杂种绝不能留。等丧事一过，我便找个由头，让他意外身亡。不急，放心吧，父亲。一个失了生母庇护的嫡子，以后有的是意外。陛下，臣要弹劾永安侯李乾纵子行凶，其子李嗣无故打断臣子张兰双腿，如此暴行，是枉法如无物，请陛下严惩凶徒。真的假的？这种恶行都能做出来，这永安侯简直是胆大包天。要我说，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等陛下这次责罚了他，我倒要看看他这侯爷还能不能做下去。永安侯何在？宣他上殿对质。启禀陛下，奴婢方才去侯府传旨，永安侯府侯爷夫人王氏昨夜突发恶疾，暴毙了。什么？死了？罢了，永安侯府新遭丧事，此事容后再议。让爱卿退下吧。臣遵旨。不过这永安侯府最近确实热闹了些。是礼部尚书府的苏千金，他居然亲自来了。公子，醒醒！好端端的，你来干什么？我想你了，特意来伺候你。还是你懂我？今天你过来家里知道吗？知道的，父亲说虽未过门，但于情于理都应该过来。你放心，不会给你带来麻烦。那就好。母亲，母亲，母亲，儿子不孝，儿子回来晚了，你怎么就这么走了？正主总算回来了，看来这孝子贤孙的戏，我也没必要再演下去了。你二弟，你这是做什么？哼！你疯了不成？思儿，你要去哪儿？灵堂之内吵吵嚷嚷的，没个儿子的样子，成何体统？侯爷息怒，公子因夫人骤然离世，悲伤过度，心力交瘁，方才在灵堂几乎昏厥过去。妾身实在担心，这才不得不先扶公子回去歇息片刻，以免伤了身子，还请侯爷体谅。小王八蛋，装都不装了，去吧去吧。谢侯爷体谅。没看出来，你这小嘴儿挺会说啊。妾身只是实话实说，不忍见公子劳累罢了。走吧，回去休息休息。等会儿啊，还有的忙呢。二少爷，小的估摸您该饿了，提前备了吃食。不错，很会办事。公子张嘴，尝尝这鱼。好你个李斯，母亲尸骨未寒，你竟然在此大肉饮酒作乐，你还是不是人？简直忤逆不孝！今日我非要替我那苦命的妹妹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不知礼数的孽状！你们怎么能如此冤枉公子？公子在灵堂不分昼夜的守了好几天，水米未进，人都虚脱了。
郎中说，再不进补，身子就垮了。我们这是没办法，才勉强劝公子吃一点东西续命啊。休要胡搅蛮缠，这像是伤心过度的样子吗？这分明是……难道非要我饿死在灵堂才算真孝顺？倒是大公子，母亲病逝，您迟归2日，谁知道您在哪里流连忘返？没错，如今一回来，不问青红皂白，就带着王家人欺负我公子，这便是你们王家的道理吗？传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你血口喷人，我那是公务在身。什么公务比亲生母亲病逝还重要？连提前报信都做不到，让母亲临终未能见你一面，这便是你的孝心。巧言厉行，我们走。父亲，守灵2日不见人影，一回来就带着外戚欺负你弟弟，你的孝心被狗吃了。您别生气，大哥或许只是一时误会。我知道大哥一直嫉妒公子，但如此冤枉公子，实在是太过分了。这个贱人，还没过门就在这掺和我家的事儿，你要不要脸？你骂谁下贱？咱们家这么大的事儿，还在这儿搬弄是非，是嫌人家看的笑话还不够吗？不如老子今天就打死你个孽障，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公子，我好害怕，大哥以后肯定会恨死你的，他一定会报复我们的。侯爷息怒，此事本就是李斯有错在先，他脱了校服扔给赫儿，是对大夫人不敬，大家都看到了。是啊，既然大家有目共睹，你也不能如此偏心。诸位舅爷怎能颠倒黑白？公子明明是怕大哥没穿校服被外人看笑话，才将自己的校服脱下应急。公子一片手足亲深，顾全大局，怎么就成不敬了？胡搅蛮缠！前几日母亲信中还说身体康健，怎么会突然病死？要我说，此事定然有蹊跷，你们都在骗我！若心中无鬼，为何不敢让我一看？今天我就要开棺验尸，我要亲眼看看母亲是不是疾病而亡！逆子，你竟敢让你母亲尸骨受辱！侯爷且慢，赫儿之言并非半无道理，小妹去的实在突然，为了打消所有人的疑虑，查验一番并非不可。如若属实，也能给我小妹的在天之灵一个安慰，您说是不是？我开棺验尸，行啊，只怕开棺容易，合棺难。王大人，这可是事关你们王家100年清誉的铁证，您确定要当众看了？李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少在这儿云里雾里的，把话说清楚。如果非要个交代，可以，请移步后堂。有些证据，或许该让王家亲眷过目，把大公子按住，好好陪他在此休息。没有我的命令，半步不许离开前厅。放开我！放开我！你进去了是不是？李斯，现在没外人了，我妹妹究竟是怎么死的？你快从实招来。想知道真相，先付10两咨询费。毕竟查明此事，我也耗费了不少心力。好，我给，我看你能说出什么花样。大夫人并非暴毙，而是服毒自尽，因为她给我父亲戴了一顶近10年的绿帽子。如今奸夫出了意外死了，她自觉无言，便殉情了。怎么样？这个答案，各位听了可还满意？胡说八道！我妹妹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你可污蔑我妹妹情欲！如若真有此事，那你说啊，说！奸夫到底是谁？谁害了我姑姑？别问了，我早就知道。我爱他，无论他做什么，我都可以原谅。这侯府我都可以给他，他为什么要寻死短战啊？哼！现在看明白了，真相就在这里。你们是要坚持开棺验尸、报官查案，让仵作证实我所言，让王家100年清誉扫地，还是认下他突发恶疾暴毙身亡？诸位请随意。我李家奉陪到底。不必了，小妹就是突发恶疾，暴毙身亡，此事到此为止。情报交易达成，成功掩盖真相，奖励提升，少林疯狗拳满级。侯爷，还有一事，李贺，他究竟是不是？李兄，此事关乎2家存亡颜面，这个孽种绝对不能留。由我王家来做，放心，保证做得干干净净。好，就依你们所言，做得干净点儿。拿下！干什么？放开我！我是侯府嫡子，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
夷子，你也配？带走！检测到宿主间接促成嫡长子斗清除，奖励妖刀村女。现在，好戏才刚刚开始。你先出去等我，有些话我要跟父亲说。不管怎么说，王氏这泼妇和那个野种总算是处理干净了，这桩天大的麻烦事儿可算是了结了。了结？父亲，你还真是不动脑子。这棋盘上还有最关键的一条毒蛇没动呢。还有谁？王氏、赵坤、李贺连带王家，不都闭嘴了吗？赵坤可是二皇子的人，他安插在侯府最深的一颗钉子，连带他麾下的得力走狗莫名其妙的没了。你猜猜咱们那位二皇子殿下会不会觉得这是个巧合？可这都是死无对证啊！他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是我们动的手，他凭什么来找我们麻烦？证据？你跟一个觊觎皇位的皇子讲证据？父亲，你混迹朝堂这么多年，是越活越回去了。他需要证据吗？他只需要怀疑，就足够让侯府死无葬身之地了。看来，侯爷，二皇子殿下驾到，车驾已经到府门外了。臣李乾携犬子李斯恭迎二皇子殿下。永安侯节哀顺变，听闻侯夫人不幸薨逝，本王心中唏嘘，特来吊唁。这位便是苏尚书家的千金吧？还未过门便在此守道，苏小姐真是有心了。殿下谬赞，管卿心系李家，略尽绵薄之力罢了。侯爷，怎不见府上大公子李贺？母亲离世，他身为嫡长子，此刻应在灵前守孝才是啊。回殿下，贺儿他悲痛欲绝，方才哭晕了过去，臣实在不忍，你让他回房歇息。原来如此，大公子纯孝，着实令人感动。不巧，我今儿还有公务在身，不能久留，先告辞了。去查，我倒要看看李贺到底在不在房中。是。这二皇子长得跟块大饼似的。逆子慎言，妄议皇子，你想死吗？人都走了，怕个屁！再说咱们家跟他之间啊，日后一定是你死我活，背地里啊，别做那些表面功夫喽。贤侄，事情有变。我们刚处理完那野种，就发现有身份不明的暗探在到处打听李贺的消息。慌什么？既然有人找，那就好事做到底。对外放话，李贺悲痛欲绝，神思恍惚，失足落水溺亡了。一家人嘛，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公子，你哭的也太假了，干打雷不下雨啊！废话，李贺那个杂种一死，老子就是唯一继承人。我现在是想放声大笑，憋得快内伤了。妾身明白了，以后这偌大的侯府都是公子的天下。小点声，现在啊，可有人看着我们呢。什么？永安侯长子李贺溺亡了？这李家当真是祸不单行。不是，这跟我真没关系。启禀陛下，锦衣卫在城外河道捞出了禁军副统领赵坤的尸体，似是他杀。什么？堂堂禁军将领竟死于非命，给朕彻查！王室暴毙，李贺溺亡，现在连赵坤也死了。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这绝对是灭口！李贺的尸体还在侯府。是，正廷在偏院，明日发丧。温雷，今夜你亲自潜入侯府，去开棺验看。本王要知道李贺是怎么死的。属下遵命。果然，脖颈处有清晰的淤青之痕，是被强行按入水里溺亡的。哟，这位梁上君子，看完新鲜尸体，这就急着走啊？各位看好了，这就是近日京城传闻中专偷心死之人尸体修炼的邪派妖人，今夜敢惊扰我大哥亡灵，给我拿下他，替天行道！想留我？做梦！这不可能，不可能！
那你试试这个，杀神一刀斩。想跑？做梦！龙爪手！想知道真相，老子现在就成全。四儿，这剑上刻着“奔雷”2字，如果我没猜错，这是二皇子门下的顶尖剑客。我知道，既然他这么喜欢研究我大哥的尸体，那就让他研究个够。来人，把他塞进大少爷的棺材里，让他去地下慢慢看。二少爷神机妙算，将这贼子与死人同葬，神不知鬼不觉，高，实在是高啊！好，就依四儿所言，干净利落，永绝后患。盖棺定死。奔雷一夜未归，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侯府到底藏了什么鬼把戏？来人，给我查，奔雷到底去了哪儿？老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殿下，属下搜遍了每一寸地方，没有发现奔雷大人的任何踪迹。不可能！一个大活人，难道还能凭空蒸发了不成？废物，全都是废物！看来他们现在应该到。二少爷，一切都按您的吩咐安排妥当了。大少爷的那处新家周边，咱们已经布下了不少小惊喜。但凡有不开眼的，想去探望，保证让他喝上一壶大的，有去无回。漂亮，二皇子，这可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厚礼，我等着你。怎么可能？伯雷这样的顶尖高手，进了永安侯府就连点打斗的痕迹都没留下。以前你的老匹夫绝没有这种本事。棺材，是那口棺材。李贺的棺椁比寻常的要厚重太多。好一个李斯，竟然跟本王玩了一手灯下黑，把人藏在了死人的棺材里。来人，点齐精锐，带上铁锹，立刻随本王出城。动手！不好！啊！我的腿有毒！李斯，又是你！你等着，到时候我要亲手将你碎尸万段！开棺！雷！殿下，这儿有东西。李斯，好你个永安侯府，王与你不死不休！父亲，今日上朝可就全看你的了。唯唯诺诺的，丢了我的脸。小王八蛋，没大没小，你就看你老子我今日在金銮殿上怎么盘死那帮伪君子就完了！不把他们怼得哑口无言，老子今天跟你姓！好戏终于要开场了。陛下，老臣要弹劾永安侯李乾纵子行凶，无法无天，其子李四凶残暴至，目无王法。前几日李四在侯府内将我儿张兰双腿生生打断，手段极其残忍，我儿恐成残废啊！陛下，陛下，李四此举骇人听闻，理应严惩。永安侯教子无方，请陛下下旨严查。李乾，张侍郎所奏之事，你有何话说？陛下，臣有下情奏。讲。张侍郎，本侯问你，若是有一狂徒在你张府之内众目睽睽之下，对你府中女眷动手动脚，行为不端，你待如何？李侯爷，你休要转移话题。现在说的是你儿子行凶，回答我，你会如何？若有不知廉耻之徒欺辱你家中女眷，我等身为一家之主，难道还要与他讲道理不成？放他娘的屁！老子当场剁了他的爪子！不错，说得对。那张兰在陈府中对未过门儿媳拉拉扯扯，口出秽语。李斯归来撞见，为护家人清白，方才出手惩戒，只断其双腿，以示手下留情。难道我李家就活该忍气吞声，被他羞辱不成？陛下冤枉啊！他血口喷人！
血口喷人，本侯有人证，我儿媳苏婉清亲身经历，请陛下明鉴。宣礼部尚书之女苏婉清上殿，朕倒要看看你们谁在说谎。宣苏婉清上殿。臣女苏婉清叩见陛下。苏氏，张兰在侯府对你不轨，可是实情？回陛下，那日张兰趁李侯爷不在，对臣女言语轻许，甚至动手拉扯，臣女惊恐万分，言辞拒绝，他却变本加厉。若非李四公子及时赶到，将那登徒子制服，臣女唯有一死方奇耻大辱，保全两家清誉啊！张骞老贼，你教的好儿子，竟敢如此欺辱我苏家女儿，这与当街强抢民女何也？陛下，请为老臣做主。你明明两个孩子是心意相通，怎能在你嘴里就成了？张骞，事实俱在，你还有何话说？陛下，不是那样的，您听我解释。吏部侍郎张骞教子无方，罚俸1年；其子张兰伤好之后，再领20大板，闭门思过半年。臣谢主隆恩。若无其他本奏，退朝。臣有本奏。以前张家已受罚，你还想怎样？莫要得寸进尺。臣永安侯李乾弹劾二皇子殿下昨夜私闯民宅，打伤家丁，将臣的侯府翻了个底朝天，形同抄家，请陛下严惩二皇子，以正国法朝纲。我去，弹劾皇子私闯勋贵打底，真的假的？别说真的假的了，这还能有假吗？这要有假，那不是不要命了？父皇，儿臣冤枉。儿臣昨日确实曾去侯府吊唁，但绝无派人强闯搜府之事，这是李乾血口喷人，诬陷儿臣。方才所言若有半字虚言，请陛下即刻摘了我的侯爵之位，判我抄家灭族之罪，我当场撞死在这爬龙柱上。二皇子，你敢发此毒誓吗？若此事属实，二皇子此举便是视国法朝纲如无物。今日强闯侯府，明日是否就敢兵围宫禁？请陛下彻查，严惩不贷。臣附议，此风绝不可长，请陛下明察，还侯爷公道。孽子，你给朕也给满朝文武说清楚，你昨夜派人硬闯永安侯府，究竟意欲何为？侯府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你罔惧法纪，行此狂悖之事？是我肆意妄为，还请父皇宽恕我这一次。丁，成功引发朝堂震荡，重挫敌对势力，宿主情报武当系统连环奖励结算中。跟我斗，你还早着呢。到底做了什么？你给我从实招来。儿臣，陛下，既然二殿下不愿明言，老臣认命了。只求陛下给老臣留一丝体面，莫让史书记载我李家是因莫须有罪被抄家。逆子，事到如今还连个缘由都说不出。从即日起，闭门思过3个月，交出禁军调动权。没朕的旨意，不得踏出府门半步。儿臣遵旨。永安侯次子李斯虽行事冲动，然护亲心切，其勇可嘉。朕只锦衣卫正需此等锐气之人，传旨赐李斯锦衣卫百户之职，即日入职。陛下，不可，四儿他年轻识浅，实在不堪此任。永安侯是在教朕做事。臣叩谢陛下天恩。李侯爷真是好手段啊，颠倒黑白的本事，下官佩服。我呸！张骞，你还有脸在老子面放屁？养出个调戏妇女的孬货儿子，你倒是有脸在这叫唤上了。你休得猖狂！你给老子听好了，一会儿老子就去张府亲自盯着打板子，哪一板子要是轻了，老子绝不答应。锦衣卫这破差事，要是现在告诉这小沙丁，他指不定要在宫门口跟我翻脸。四儿，你先回府。怎么，朝堂上的事儿都解决了？那是当然，老子今天大杀四方。不过呢，爹现在要去张家看一场天大的好戏。有什么事儿啊？你等我回去再说。要我说，你爹今天在朝堂上肯定能让陛下治那李家的罪，非把那李斯打断腿不可。对，我要他比我惨10倍。哼，要让你们失望了。李乾，你还有脸来？知道怕了，来求饶了。告诉你，晚了。哦，我求饶。不错，先给我磕3个响头，再赔我儿10万两汤药费，少一个字儿都不行。对，磕头赔钱。春妇，快闭嘴！拉我干什么？李家打断我儿的腿，磕头赔钱，天经地义。
我让你闭嘴！你想害死全家吗？公公，劳烦宣旨吧，让某些人醒醒，省得在这儿白日做梦，口出狂言。旨意：吏部侍郎张骞治家不严，纵子行凶；其子张兰行为不端，着廷杖20，闭门思过半年，钦此。不，爹娘，救我！我不要挨板子，我不要挨板子！懵逼了吧？傻眼了吧？小子，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求侯爷高抬贵手，高抬贵手，做你的春秋大梦！来人，给我狠狠的打！哪一板子要是打得不响亮，老子拆了这尚书府！嗷！别打了，疼，好疼！娘啊，断了，骨头断了！李公，千错万错都是犬子的错，求您高抬贵手，再这么打下去，真要出人命了！打发叫花子呢，陛下的板子就值这个掐1万两，一口价2万两，少一个子儿，你就准备给你儿子收尸。成交。Sir， 你爹我今天在张家那叫一个威风八面，张骞那老小子哭着喊着求我乖乖付上2万两银票，瞧瞧瞧瞧，2万两！小王八蛋，你干什么？那是老子的钱！我替你保管，放你那儿，早晚让人骗光。你放屁！还给我！拿着，去置办些像样的首饰行头，以后结婚了也要对得起侯府的身份。公子，这太多了。逆子，逆子！谢公子，婉清定不给公子丢脸。你这逆子，拿老子拿命换来的钱去充大房养女人，老子还没死呢！你死了，这侯府连根草都是我的。再说你也没别的儿子，我提前花点怎么了？废话少说，朝堂上皇帝老儿到底放了什么屁？爹今天可是为你争取了个天大的前程，正6品锦衣卫百贯，天子亲兵，惊不惊喜？前程？皇帝老儿把他看不顺眼又干不掉的人塞进他的狗笼子里，就近监视当刀使，你管这叫前程？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老子还不是为了你好！你这脑子是被驴踢了，被人挖坑埋黑，还沾沾自喜，让我看好赖不分。你家的基业迟早毁在你这老帮菜手里。那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那是天子脚下，雷霆雨露，俱是君恩。你除了认命，能有什么办法？想拿老子当刀？行，那就看看这大钱的朝堂够不够老子砍的。儿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这老家伙总算干了件人事，有了这身皮，以后老子想弄谁，那就是奉旨办事。你这逆子，你这是要去送死？送死？我看谁有这个本事。圣旨都下了，明天爷就要去那破地方当值，今天正好去扫荡京城，好好置办一身行头。是，公子。造孽呀！我李家怎么出了这么个活阎王？公子，这匹暗纹云锦做常服最是威风，您觉得如何？你看着办，无论是什么花样，无论花多少钱，只要你喜欢，最贵最好的全都包上。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那好妹妹婉清，光天化日之下和一个男子拉拉扯扯，成何体统？这位就是永安侯府的2公子吧？穿得这般寒酸，也敢来云锦阁？武夫之家就是武夫之家，半点品味也无，怕是只会逞凶斗猛。大姐，请你慎言，我与公子明媒正娶，虽未过门，但行事零落，何来拉扯之说？还没过门就这么亲热，一个不知廉耻，一个粗鄙蛮横，你们俩这么一看，倒真是天生一对，下贱绝配。你敢打我？我可是尚书府嫡女，你一个卑贱武夫！再敢多说一句，便让你横着出去。公子，别，他毕竟是……要是日后再让我看见你为难我李家，或者为难我李家人，滚！别怪我见你一次打一次。老板，把你们店里最贵、最好、最新款的料子全都给你老子拿出来。是，公子息怒，小的这就去拿最好的云锦车行头。你也多挑几身实性的，穿得这么素，出去拉低老子的半次。是，多谢公子。这个，还有那一排，全包起来。公子，还是省着点花吧。刚刚已经买了不少布料，再这么埋下去也太多了。银子就是用来花的，你放心，今晚回去要是你家里那个老妖婆敢拿你出气，尽管来找我。苏家若是敢动你一根头发，老子明天就带人去掀了尚书府。反正明天不少这么一回。公子说的对，婉清日后全听公子的。苏婉清，你竟敢挑唆那个武夫当街殴打你嫡姐，你眼里还有没有苏家？没有我这个娘！
给我跪下！母亲明鉴，是大姐先当街辱骂公子，嘲讽永安侯府，他辱及勋贵，若传出去，别人只会说我苏家挑拨文武，家风不正。公子不过是替父亲教训他罢了。女儿不明白，您为何……够了！婉瑜口无遮拦，自取其辱，婉清何错之有？老爷，你居然为了这个庶女……闭嘴！再敢胡搅蛮缠，别逼我家法处置！来人，把婉仪带下去禁足！你怎么敢？送婉清回去好好休息，日后你们都多加上心，好生伺候小姐。是。这京城的天，今晚后是要变了。昨晚回去没挨欺负吧？托公子的福，父亲大发雷霆，把大姐禁足了。大夫人一句话也不敢说，还说日后要加派人手，好生照顾我的日常起居呢。算那老东西识相，以后在京城除了我，没人能给你委屈受。是，我相信公子的。哼，又来个空降的公子哥，第一天点母还得媳妇儿送，这是还没断奶呢吧？可是嘛，看这样子，说不定等会儿还得抱着媳妇儿哭一阵才敢进咱们这阎王片呢。婉清啊，女人家家出来讲究以和为贵，以德服人，打打杀杀的，成何体统？公子，你这是……你他妈敢！开玩笑的吧？这怎么可能？啊！我的狗！日后谁要是还这么不长眼，下场就跟他一样。行了，这地方也送到了，你也看着了，不是什么女人待的地方，血腥味重，晦气。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公子出门在外，千万小心。王猛和赵德珠二人为何无故缺席？回千户大人，两位百户在衙门口被新来的李百户给打残了，刚抬去医馆。什么？在北镇抚司门口打残同胞？谁给他的狗胆？给老子出列！你就是那个狂徒，好大的胆子！这位大人，是他侮辱我在先，你问我胆子，问错人了吧？如此目中无人，谁让你来的？我这百户是皇上亲自封的，怎么千户大人对皇上的旨意有意见？少拿皇上压我，老子是你的顶头上司！你他妈叫什么名字？懂不懂规矩？我是你爹。找死！居然敢在老子面前这么说话！看老子今天活劈了你这狂徒！大人，使不得，使不得！他爹是王侯李乾，咱们开罪不起。他是皇爷亲封的百户，你要是扛，可是抗旨啊！大人，你冷静，有别的法子，一定有别的法子，我们可以再想想。好，李初来之道不懂规矩很正常，其余的我不跟你计较。但是你既然打残了王猛和赵德珠，那他们手头的任务就由你一力承担。凭什么？你这废物签字占坑不拉屎，没能力调度左右，让我一个人干3个人。这是命令，记住，你的目标有3：城西黑煞帮，南城白莲教余孽，东郊采花大盗玉面狐。上头只要人，死活不论。你若完不成，本官按军法办你。检测到关键情报3个清后，死活不论。情报价值判定中，生成新任务，当下生命任务奖励绝世刀法9玉镇魂刀。死活不论，好啊，这活儿接了。看什么看？要不是周涛那老废物把你们划给我，我还不想要你们能跟着我建功立业。算你们走运，听好了，一会儿到了地方，你们只负责把外围锁死，一只苍蝇都不准放跑。至于里面的杂碎，老子亲自去松金。没有命令，谁敢擅自抢功或者放跑一个，老子就把他和侵犯一起做了。听懂没有？听清楚了。没吃饭吗？大声点儿！听清楚了。出发！今晚跟着老子去立功。大人，我们到了。不错，很有眼力劲儿。有几条命想拦我？今儿我也不瞒你们，老子是来给你报信儿的。要是耽误了天大的事儿，你们有几条命赔？这劳烦您在此处等候，我等进去通报，速速就来。这位大人，请进来说话。算你不像。阁下是哪位？来我黑煞帮今日有何贵干？帮主，既然我都来了，那咱们就开门见山一点。我来卖情报，5000两现银，不二价。
5000两，你他妈抢钱啊！嫌贵，那别怪我没提醒你，过几日你们就等着被锦衣卫满门抄斩了。等等，给他拿钱。钱收了，情报呢？情报就是你们已经被锦衣卫团团围住了，带头的是永安侯之子，新任锦衣卫百户李斯，也就是我。什么？情报侵犯死活不论，已授予核实目标，交易达成1/3，奖励9玉镇魂刀部分改。帮主，不好了，外面全是锦衣卫的弓弩，我们彻底被围了。兄弟，这是3万两，全给你，只要你能保我们性命，帮兄弟们逃过此劫，日后我必有重谢。好说，黑帮主爽快。既然如此，那不如送佛送到西，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您自己一个机会，要不然我不保证您还能活多久。动手！杂种，受死吧9玉镇魂刀第一式，鬼门开。现在还有谁想试试？里面的硬骨头啃完了，想立功的现在进去，还能记你们一笔。禀大人，首级已收敛，朝末现银与财物共计15万两。才15万，真穷。走，下一家。大人，里面似乎有不少被蒙蔽的普通百姓，咱们是不是想想其他的法子？这要是全杀了，放屁！里面全是意图造反的白莲教余孽，谁敢下慈悲，老子先砍了他！站住！私人讲学，闲人免进。放肆！连本圣使都敢拦，你们瞎了你们的狗眼！圣使，本圣使昨夜得无声老母托梦，特来警示尔等大祸临头。神力，真的是圣母神力，圣使饶命啊！圣使饶命啊！唯有信奉无声老母，方可免劫归宗，回归军空家乡。各位，跟随我的号召一起，我等……住口！你这欺世盗名的假货，也敢冒充无声老母的圣使？你是什么人？敢在此妖言惑众！我乃圣母座下巡天圣使，你这邪魔歪道窃取受诉啊！外面已全是大军包围，小心到时候你连个全尸都剩不下。你说你是真的？你有何凭据？凭据，等的就是你这句话。看好了。真的不好了，外面全是锦衣卫，弓弩都架好了，我们被包围了。你要我说，这锦衣卫就是你招惹来的。大家一起上，抓住这个邪魔，交给官府，这是你们将功赎罪的唯一机会。不，你们这群渔民！你表现不错，从今往后，这里的圣教事宜就由你暂代掌管。多谢圣使提拔，小人日后为了大人，定当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这位将军，无声老母已经上达天听，赦免了这些被蒙蔽百姓的无知之罪，切勿多造杀孽。既然有高人求情，死罪可免，全部带回去关押数日，以儆效尤。谢圣使救命之恩。大人神机妙算，那您的意思是，这些人关几天真放了？放，剩下的放回去，处理头暗中新头目带着。我要这白莲教以后变成北镇抚饲养的一条狗，专门替咱们收集情报。丁情报已成功授予，交易达成2/3，获得9玉镇魂刀，进一步更名。大人奔波百日，不如先回衙门歇歇，底下弟兄们也好安排夜宵。休息，还差一个采花贼玉面狐，今晚必须斩草除根。大人，我可是听说这采花大盗玉面狐精通易容，其中更是得下前朝神偷司空摘烟的真传。六扇如门抓了3年，连个影子都没摸到。咱们今晚少给老子长他人志气，老子倒要看看是他的轻功快还是老子的刀快。情报呢？大人，线人刚传回消息，玉面狐每次作案前都会提前踩点留记号。他今晚的目标定下了。谁啊？玉面狐敢动老子的女人，你也配？这好端端的，怎么？传闻尚书府千金国色天香，今日一见，果然是个极品尤物。小娘子，我来疼你了。你3更半夜强闯女子闺阁，成何体统？你要是再不出去，我可就叫人了。瞧不出来，还是个性格刚毅的娘子。也好，这么久了，好久没有玩过这种性。别着急，今晚呀，你肯定会舒舒服服的。你别过来！小娘子，你啊，就好好享受吧。小子，找死！
你们这是？我不敢了。还没过门呢，就整日赖在这永安侯府不走。你以为攀上个五夫庶子就能翻天了？告诉你，我们苏家的脸都被你这不知廉耻的小娘子丢尽了。目前我与公子已有婚约，我留在侯府有何不可住口？还敢顶嘴，给我打，狠狠的打，让他长长记性。我有没有说过你们不准动我？不是我，奴婢是被逼的呀。公子，你怎么来了？我要是不来，恐怕还不知道他们要把你欺负成什么样子。祭司，我是苏家主母，管教自家不知廉耻的女儿，你个外人有什么资格插手？认得这身皮吗？老子现在是皇爷亲封的锦衣卫百户，奉旨办差。那你也不能强闯民宅，这是执法犯法。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老子面前摆谱？再敢多说半个字，信不信老子现在就以勾结侵犯、阻挠办案的死罪，把你和这群废物一起锁进诏狱，让你尝尝千刀万剐的滋味。你敢？我可是礼部尚书的正妻。本官可是刚刚得到密报，采花大盗玉面狐今晚就在这附近踩点，而且根据卷宗记载，那淫贼口味极其重，最喜欢的就是你这种保养得宜、风韵犹存的半老余年。听说落到他手里的你，下场都生不如死。夫人今晚跑来这黑灯瞎火的侯府，难道是赶着来跟他私会？你别吓我，我这就走，还不成？公子，你刚才护着婉清的样子真好看。婉清这辈子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放心吧，有我在，他们谁也不准欺负你。只不过，我倒是还有一件尚未办完。不知公子说的是什么事？咨询情报费，随便你怎么交。老子辛辛苦苦搞来的绝密消息，能白告诉你？快点，给1两银子意思意思。公子的情报，婉清买下了，就是不知是何等惊天动地的消息。玉面狐今晚的真正目标就是你，而且这淫贼背后牵扯着宗室，是皇帝老儿想借我的刀杀人。丁，交易达成，奖励发放，满级擒龙手。要不是刚刚母亲找了个由头来训教我，只怕我就要被他……哦，既然如此，看来贼人还没走。婉清，敢不敢陪公子玩一出李代投案的？哈哈哈，婉清，今晚公子可是憋坏了，定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来人啊，打热水来，伺候小姐更衣沐浴。公子，你换死了，外边还有人呢，你先去外先结着，等婉清沐浴完，随你怎样都行。不过我今晚心情好，你一个人啊可不够。抬起头来，让我看看今晚你伺候爷够不够格。百户大人，奴婢这等四色实在是不堪入目，还请您高抬贵手，放了奴婢去伺候小姐。好你个缩头乌龟，还真敢送上门来！行了行了，赶紧去！妈的，屋里没酒了，老子去前厅拿坛好酒来助助兴。你们伺候好了，少不你们的赏。什么狗脾气！我完事再留个记号，看你如何。找到你！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真没想到你直接就给老子送上门了。我的手！我倒要看看，没了这2只手，你还能用什么本事开锁，祸害别的好姑娘？跑啊！你他妈再给老子跑一个试试！公子，竟然一个人就将贼人制服，你太厉害了。大人，这箱子，弟兄们辛苦了，拿去喝茶。把这箱子给我秘密押回北镇抚司，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靠近半步。谢大人赏，您放心，日后卑职定当拿命守着。皇帝老儿想拿我当刀使，好啊，那就别怪我把这滩浑水彻底搅个天翻地覆。饶命！大人饶了我，我有钱，很多钱，只求放我一条生命。饶命！昨晚在苏府屋顶上，你可不是这么说的。而且我要饶了你，谁能饶了那些被你欺负了的姑娘？不，我乃容得杀我徒子，我身上流着皇家的血，你若杀我，就是大逆不道，朝廷和陛下绝不会放过你。哦，
那你猜猜，一个差点给老子戴绿帽子的杂碎，老子会怎么招待？别担心，死了以后变成鬼，记得冤有头债有主，第一个去找二皇子索命。你啊，不过是他借刀杀人的那把刀而已。二皇子，你们是一伙的！现在才想明白，晚了。作为交火亲自送你上路，此等殊荣可是前为有啊！给老子死！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刀下生命。任务奖励：完整刀法9日镇魂刀。这么强的刀法，这感觉太爽了！大人，这人怎么处理？找个麻袋套上。城外李贺那野种的坟不是被挖开了吗？棺材还空着，把这杂碎和李贺埋一块儿，记住做得干净点。是，卑职明白。您放心，我啊，保证神不知鬼不觉。李斯，迟到了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有脸来点墨？哟，周千户火气这么大，早上吃炮仗了，还是跟老婆不和谐了？少给本官嬉皮笑脸！本官问你，昨日交予你的案子，那采花大盗玉面狐呢？为何不见你将其捉拿归案？连一点消息都没有，是不是又把他给失手打死了？尸体都处理干净了？哈哈哈哈哈哈！捉什么捉？周千户，你这消息是哪个旮旯角听来的？老子带着弟兄们蹲了一宿，连根狐狸毛都没见着。那什么狗屁玉面狐压根儿就没出现。要我说，我看是你这情报本身就有问题。那淫贼八成是听说老子亲自出马，吓得连夜滚出京城了。我们明明接到线报，线报还说他轻功天下第一呢，连面都不敢露的缩头乌龟，也值得周千户你揪着不放。再说了，周千算，你眼睛是长在头顶上出气用的吗？老子昨天1天之内连破黑煞帮剿灭教核心据点，这是多大的功劳！你不上报请功给弟兄们讨赏，反而在这儿揪着一个没影子的采花贼唧唧歪歪，难道我们北镇抚司就是这么对待有功之妇的？功是功，过是过，本官自然会按律上报。等到猴年马月，老子现在就要个说法，这功劳为所认不认，赏赐给不给？李斯，你这是在要挟上官！要挟？不敢，我只是想跟周成侯你切磋切磋。什么？我说，老子要找你单挑。不是，我没听错吧？100户挑战1000户，这简直是疯了！你敢蔑视上官？同僚之间交流心得，怎么能叫藐视？还是说当着大家的面认个怂？说句我周涛技不如人，怕了你李百户。你放心，日后啊，我绝不为难你。你这个疯子！来人，好生准备，擂台伺候。拳脚无眼，千夫大人，待会儿可别哭出声来。快看，这可是人家的成名绝技列扳手，上来就是杀招。看来这一次周大人火气不小啊。怕失手一刀把你砍死，那多没意思。来，咱们啊，好好玩玩。就这点劲道，千户这名头来的恐怕……这怎么可能？我还给你你的力气。少林疯狗拳，龙爪手。比试一场，点到即止。周千户，实在抱歉，我这人下手没个情重，没想到您这么脆弱，要不要帮您叫个太医？不用，你本事比我厉害，我甘拜下风。既然那个玉面狐的案子还没结，老子现在去苏尚书家蹲点抓贼，你们谁有意见？一夜了，玉面狐一点消息都没有，全是一群废物！老子养了你们这么多年，你们到底有什么用？殿下，北镇抚司刚传出消息，李百户当众废了周千户，现在又去苏府了。又去苏府？难道？王爷，你不能硬闯啊！王爷，滚开！赵琛，混账东西，给本王滚出来！赵琛，我儿呢？你给我说实话，你究竟把我儿弄到哪里去了？人亲眼看见他失踪前最后见的人就是你。王叔息怒，玉堂弟确实来找过侄儿，但很快就离开了，之后去了哪里，侄儿实在不知啊。不知？本王就这么一个儿子，明天早朝之前若见不到他完好无损的回来，本王定要将此事奏报皇兄，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是，我一定立刻命人去找，绝不让您失望。公子，你来了。哟，李百户真是勤勉，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苏家都快成锦衣卫的衙门口了。公子一路辛苦，先进屋歇息吧。苏大小姐这话说的，那采花大盗玉面狐可还没抓到，此贼穷凶极恶，口味独特，专要挑高门大户的女眷下手。万一今晚苏家出了纰漏，坏了哪位女眷的清白名声，到时候
可别怪本官没提醒。公子，我怕，要不我随你回侯府避避风头吧？好啊，反正在我家也比这儿安全。这个院子让我来我都不想来呢。婉瑜，闭嘴！还不快给李百刚道歉！母亲，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李百刚来护卫是苏家的福气，轮得到你多嘴？李百户、李贤侄，求您务必留下镇守苏府，您的一切用度、衣食住行，苏家全包了，您看如何？既如此，那就多谢了。多谢李百户，多谢。母亲，您竟然为了那个粗鄙武夫打我！您这样，你让我的颜面何存？我们苏家的颜面何存？颜面现在是计较颜面的时候吗？那玉面狐是毁人清白的恶鬼，若是他在苏府得手，你以后还怎么嫁入高门？您说的有理。呵，李家大夫人和嫡长子都死了，这李斯手起狠抡，将来必是和永安侯府的主人。为了你父兄的前程，为了你的姻缘，就算心里再恶心，你也得给我把这口气咽下去，好好哄着这位煞鬼，听见没有？是，母亲，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公子，不瞒你说，今日在院中看见母亲和姐姐那副模样，婉清看着心里真是痛快极了。他们素日就以嫡女自居，总是对我们多加苛责，这样的亏恐怕这么多年了从未吃过。痛快就对了，以后这样的日子还多着呢。你放心，跟着我，以后整个京城都没人敢给你脸色看。是，婉清生是公子的人，死是公子的鬼，日后一切全凭公子做主。他妈的，又是这儿，又是这个地方！来人！有毒气，快退！李斯，你这个不要脸的，又是这么下作的手段！来人，开，给本王推开棺盖！李斯，老子要将你碎尸万段，挫骨扬灰！皇叔，人我找到了。人找到了，我儿呢？我儿他在那里。皇叔，皇叔，侄儿对不起您啊！玉堂弟他……我的儿啊！是谁如此狠毒，这般折辱我儿？天杀的畜生！本王定要将他千刀万剐，诛他九族！王爷，快传府医！真是怪了，明明往常这个时候父皇都会叫我进宫，怎么去了这么久也没个消息？难不成……好你个狗东西，今日就是你的死期！皇叔，你冷静，听侄儿解释。解释个屁！我唯一的儿子被你害死了，今天你要是不把真凶交出来，本王就用这把先帝赐的刀剁了你这狼心狗肺东西！大不了咱们同归于尽。皇叔，这一切都李斯干的。皇叔，是永安侯父子，新任锦衣卫百之李斯。哪个李斯？怎么害的我儿？玉堂弟听闻李斯跋扈，想替侄儿出头，便伪装成玉面狐去接近李斯的未婚妻苏婉清。谁知李斯心狠手辣，竟将她残杀。说下去，侄儿也是刚查明白，玉皇帝的遗体就是在李斯那早夭哥哥李贺的墓穴里找到的，定是李斯杀人后毁尸灭迹。皇叔，此等恶劣行径，不是我不想告诉你，实在是怕您听了伤心啊。好，本王命令，立刻集结王府所有禁卫，随本王去苏府拿李斯狗命。今夜本王要亲手拐了他。你们干什么？谁是李斯？滚出来！瞎了你们的狗眼！这里是礼部尚书府，岂容你们撒野！快滚出去！再废话，割了你的舌头！说，李斯在哪儿？在我妹妹婉清的院子里。带路，要不然今晚你们一个活口也别想留下。公子，这菜火候正好，您尝尝。待我过门，定带几个得力厨子，天天变着花样伺候你。厨子就算了，有你这么个妙人儿天天伺候，可比什么山珍海味都强。您看您一天到晚就是说这种话哄我开心，你呀就会欺负我。你就是李斯，奉同亲王之命带你回去问话，识相的就乖乖跟我们走。敢惊我的女人，你们找死！妹夫，李斯，您看看，
知道了，既然你这么会做人，你的仇我顺手就报。太慢！愣着干什么？一起上啊！现在能跟你们好好说话。苏婉瑜，他们怎么打你？现在给我打回来！拿沾满辣椒水的马鞭狠狠地抽，要不然别说我没帮你。多谢妹夫，我这就去取来。住手！都给我住手！荣亲王，你纵容府兵强闯命官府宅，毁我门庭，伤我仆庸，你眼中可还有王法纲严？少跟本王来这套！苏护，我唯一的儿子就是被你这好女婿李斯弄死的，今天本王就是来找他偿命。荣亲王，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连您儿子是谁、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我干嘛要杀他？您说我杀人，凡事得讲证据，您怕不是找错人了吧？你证据？我儿的尸体就在。您不会是以德报怨，专门冲我来的？少说废话，都给本王上！把这小杂种给我拿下！今天就是绑也要绑回王府。皇上驾到！皇兄啊，没了，我唯一的儿子没了！求皇兄为臣弟做主，求皇兄为臣弟做主！陛下，王府禁卫深夜破门，强闯臣女闺房，企图毁臣女清白。若被公子贪私保护，臣女只怕已是一具尸体了。陛下，荣亲王视朝廷法度如无物，视老臣颜面如草芥。恳请陛下还朝廷一介入，还老臣一个公平。陛下，荣亲王一无实证，二无人证，暂凭猜测就纵兵行凶。微臣敢问王爷，您到底听了哪个奸逆耳人的挑拨，要置我于死地？是二皇子，是二皇子赵臣亲口告诉我的。好啊，原来是二皇子。陛下，要我说，就是二皇子因朝堂旧怨怀恨在心，竟做出挖掘我早夭之丈李贺坟墓的丧尽天良抄家，以此这是要绝了我永安侯府的户啊！臣请陛下赐我们全家死罪，以平王爷之怒。李侯爷忠义，苏某能与你李家结亲，实乃福分。既然王爷非要人陪葬，恳请陛下将苏李两家满门抄斩，以全我等赤胆忠心。不错，若夫君被逼死，臣女绝不独活，请陛下一同赐死。皇帝，这就是你要的结局，逼死朝廷重臣，让朕背上残害忠良的骂名。皇兄明鉴，都是赵琛那个逆子，是他跑来告诉臣弟玉儿的尸体在李贺墓中，臣弟是听信了他的谗言，才一时糊涂。赵琛这个孽障，竟敢构陷大臣挖掘勋贵坟墓！来人，传朕旨意，将二皇子立刻圈进府中，严加查办。没有起来吧？朕的胸骨之臣跪在地上，这要是传出去，日后朕还怎么做人？苏青，你教的好女儿，忠烈，朕记下了。今日之事是朕委屈了你李家，赵琛那边，朕自会给你一个交代。臣不敢，还站着做什么？还嫌自己丢人丢的不够？四儿，你跟爹说实话，赵鱼塘那小子，真是你杀的？你这混账！是我杀的，尸体也是我塞进大哥墓里的。丁情报交易完成，奖励发放普通功法、普通易容术。糊涂啊，我的小祖宗！你杀了他不毁尸灭迹，还故意塞得那么显眼，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是你干的吗？啊！这就是你错了，父亲。你知道最让人不爽的是什么吗？那就是他们明明知道是我干的，明明看不惯我，却又偏偏干不掉。你疯了！这话要是传出去，可是要诛九族的，那可是皇室宗亲。行了，看你那点出息！赵玉堂想动我的女人，我没当场把她剁碎喂狗，已经是给皇帝老儿面子。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被人戴了绿帽还能忍气吞声10几呢？你放肆！我好歹也是你父亲，你怎么能……行了，父亲，您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皇帝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大阵营的首领啊！他要是真敢要我的命，我不介意换个老板，或者自己当老板。逆子，这话日后万不可在人前说，你记住了没有？皇兄，难道玉儿的事就这么算了？他死得那么惨，他再怎么说也是您的侄子，您的血亲，您不能不管不顾，您一定要为臣弟做主啊！不算了，你还想怎样？朕没追究你教子无方之罪，已是格外开恩。臣弟不敢，可臣弟就这一个儿子。皇帝，玉堂有今天，你我都有责任。不过朕已暗中为你寻访了天下第一神医，并物色了一位天下第一易孕体质的奇女子，以你的底子加上神医调理，一女相助。朕保证，不出2年，你定能抱上10个8个大胖小子。到时候还愁没有儿子继承香火吗？皇兄，此话当真？朕乃一国之君，岂会戏言？赵云堂那个小王八蛋，死得好，死得活该，整天给皇室蒙羞，简直死有余辜。皇帝早就想大义灭亲了。想开了就好。
这事儿啊，日后我一定帮你找回。皇兄啊，永安侯府多不容易，如今就剩李斯一根独苗，您可得多加抚慰。行了行了，朕知道了，你赶紧给朕退下。赵琛这个孽障，挑拨亲王，构陷大臣，简直无法无天。来人，传二皇子即刻进宫见朕。父皇饶命，儿臣再也不敢了。赖冲，你个狗奴才，鬼鬼祟祟干什么？侯爷，这都是二少爷吩咐的。他说要详尽记录您的一举一动，连如厕几次、多久都要记下。逆子，逆子！你这个混账东西，居然敢派人监视你老子，还要拿老子的隐私去锦衣卫交差，我打死你！你这是什么话？我身为锦衣卫百户，身负皇命监视百官，监视你那是为了大钱的江山社稷。再说了，爹，您要是清白，怕什么？老子行得正，坐得直，你简直大逆不道！哼，打啊，父亲，您要是能破了我的金钟罩，日后我都听您的。造孽呀！老子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讨债鬼？公公，你们这是怎么了？大老远就听见公公的声音。婉清，你来的正好，你评评理，这逆子竟然派人盯梢盯到我头上了，你看看，这会儿正记录我一天上几次茅厕呢，这成何体统？公公，您别生气，公子他身为锦衣卫百任，忠于皇命，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呀。再说了，公子是咱们侯府唯一的继承人，他这么做定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您，以后好孝顺您呢。你说的对，我为侯府立下汗马功劳，你却迟迟不去礼部请封世子，你拖拖拉拉，该不会是在外面养了什么见不得光的私生子，想把爵位留给野种吧？放屁！老子除了你这个逆子，哪还有什么别的种？你少在这血口喷人！那最好，你若是真藏了野种，我不介意提前给您来一场孝感动天，送您上。我李乾若是有半个私生子，就叫我天打五雷轰，死无葬身之地！你这逆子，一天到晚就知道气老子！您看，好端端的怎么还急眼了？我的意思是啊，您没有最好，要是有，我不介意替您动手。您啊，最好心里有个数。圣旨到，永安侯李乾锦衣卫百户李斯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永安侯李乾次子李斯英武敏慧，忠勇可嘉，特册封为永安侯世子。谢主隆恩，谢主隆恩！皇帝老儿这是借着安抚李家，彻底把我绑在朝堂这辆战前上了。不过公公辛苦了，正合我意。哎呦，世子妃真是折煞奴婢了，恭喜侯爷，恭喜世子爷！看到没，皇室金口玉言，陛下亲自下旨，老子根本没私生子，你这逆子，赶紧给老子道歉！哈哈哈哈！父亲拿着鸡毛当令箭，也就你这点出息。这还差不多，算你们有点孝心。看在银子的份上，老子今天就不跟你这逆子计较了。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又有什么事求我？公子英明，今晚英国公府设宴，便请京城权贵，我把你的请帖也拿来了。一群纨绔子弟互相吹捧，不去。公子别急嘛，太子殿下刚从外地办差来，今晚也会驾临。太子的情报价值不可估量，这大客户绝对不能放过。行，这趟浑水，老子去趟一趟。去，给我准备一身像样的行头，要那种懂行的人一眼就知道价值不菲的。公子放心，包在妾身身上。记住，出门在外，女人就是男人的面子，吃的、穿的、用的，都得是顶配。给我放开了花。是，都听您的。以前怎么不觉得苏家这女儿如此美貌？快看，这就是前几天侯爷家那个二儿子，听说为人狠辣，下手十分诱毒，就连二皇子都……走吧，我们一起进去。李兄久仰大名，没想到李兄盛名之下，性情竟是如此特立独行，颇有傲果。天生如此，没办法，我跟我们家老爷子也是这个态度。怎么，小公爷觉得你比永安侯还牛气？我得对你更客气点。小公爷千万别见怪，我家公子他性子直来直去，并非有意怠慢，还请包涵。男人说话，女人插什么嘴？退下。是，公子。小公爷，若是看得起我李斯，咱们就是朋友；若是入不了您的眼，以后贵府的请帖直接免了，大家都清静。误会，误会，我怎么会有那个意思呢？我就欣赏李兄这般爽快。这边请上座。哇，
早就想跟你交这个朋友了。既然你刚刚说想跟我交朋友，要我看，我们不如亲上加亲。我看我这大姨子挺看好你。李兄，何出此言啊？这怎么使得？怎么，小公爷是看不上苏家门第，还是看不上我李斯？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明天我在苏府等你，要是不来，就是耍我李斯。没，李兄误会了，我答应，我怎么会耍你呢？这么好的机会，张某真是求之不得。太子殿下驾到！殿下，这位是永安侯世子李斯，此人武功深不测，您可千万小心。你特意引孤过来，所谓何事？只是想拿情报找殿下做点交易。殿下想问什么，直接问吧，我收费公道。赵坤，二皇子的人被我灭口了，李家的大夫人和李贺也是二皇子的人被我搞死了，玉面虎也是我杀的，顺便附赠一条奔雷剑主柱也是我杀的。奖励发放，刀法雄霸天下，感悟灌注。你真是个疯子，不过我喜欢这样的人才。1万两，公子，这拿去买胭脂。戏看完了，回府。岳父，我给苏婉瑜说了一门亲事，对方明天上门提亲，记得好好准备。哦，不知是哪家公子？英国公府小公爷张翰。英国公府，思儿，此话当真？他敢不来，我打断他的腿，扔出京城。行了，天色不早，我们要休息了。快给姑爷安排上好的客房。不用麻烦了，今晚我和婉清睡一间，不然我认床。可是你们还未过门，成何体统啊？您看您这话说的，咱们迟早啊是一家人，不在乎这早一天晚一天的。这都什么时辰了？李斯该不会是拿我们寻开心吧？这门外一个人也没有，哪有英国公府来提亲的影子？急什么？他敢骗我，明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忌日。老爷、夫人，英国公府小公爷到，不仅人来了，还带着重礼呢。小侄张翰拜见苏大人，见过苏夫人。李兄，你也在此。时间晚了些，磨蹭什么？李兄见谅，聘礼繁多，清点耗费了些时辰，不知苏家对这门亲事可还有什么要求？要求当然有。第一，苏家的女婿只能1对1，不能纳妾，通房丫头也不行。第二，排场必须风光大办，不能堕了我永安侯府和苏家的面子，这是自然。第三，品德必须过关，要是弄出些不干不净的风言风语，败坏了我李斯的名声，我活扒了你的皮。是，小侄绝对洁身自好。行了，婚事就这么定了。李兄，你连太子殿下都不放在眼里，为何还要帮他？就不怕得罪其他皇子？只是交易罢了。历朝历代太子能顺利继位的有几？你们英国公府已经位极人臣，别脑子发热去掺和夺嫡的破事，以后离太子远一点，保持中立。李大人，周千户有请。哦，废柴还敢找我？正好，去看看他骨头接好了没。哟，周千户，伤还没好利索就来点卯，真是尽职尽责。李斯，身为百户，整日游手好闲，跑去苏府厮混，本官定要参你一本，治你玩忽职守之罪。看到没？我一个人承担着监察永安侯府的重任，连他穿什么颜色裤衩都记录在案。你管这叫不务正业？都是真的。废话，编能编这么细？看完给钱，独家秘闻，价值连城，这本就是你的职责所在。靠，什么意思？你不信我还看我的情报？告诉你啊，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再回床上躺1个月？情报交易完成，奖励发放，满级大力金刚掌感悟灌注。我这儿还有礼部尚书府的监控记录，要不要来一份？下次一定。李百户有紧急任务，邪佛教余孽血刀僧藏身还是神秘地府之外围成员，掌握极高机密。你若拿到，本官花大价钱买。行，情报预付和活动经费拿来500两，少一个子儿我不干。有这样的下属，真是造孽，造孽呀！大哥，您来了，走，跟我去黑风寨剿匪。啊，我刀都没摸熟，能不能换个任务？怪不得被家里婆娘看不起，怂包一个，滚回家脱衣服去。锦衣卫不养废物，去就去，谁怕谁啊！大哥，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夫君，听闻你要出城剿匪，婉清特来送行。夫君别脏了手，若是累了，早些回来。婉清在府里熬了汤等你。还是你懂事，乖乖在家等着，我啊去就回。这可是礼部尚书的千金，竟然对一个庶子如此死心塌地、卑微入骨，老大究竟给人家灌了什么迷魂汤啊？王笑，我们走。今天第一课，教你什么是无毒不丈夫。
说说吧，锦衣卫这么多人不愿意跟我勾结在一起，你倒好，上赶着凑上来。大哥，你不知道我实在是想搏一个前程啊！我媳妇她爹是吏部侍郎，门生故旧遍布朝野，我爹都让我多忍让，我这日子过得憋屈。和解？跟谁和解？我让你解决问题，你身上穿的是什么？是非渔夫，天子亲军。那你直接利用职务之便，去收集你老丈人结党营私的证据，攥在手里，把他搞垮。到时候是他怕你，这么简单的道理还要我教你？这不是六亲不认吗？六亲那是你成功路上的绊脚石，想成功先发疯。你看看我现在是侯府世子，去苏府我不做，没人敢动筷子。大哥，我懂了，日后我跟着您干准没错。此山是我开，留下买路财。看好了。你去给他们个痛快，就这几个杂碎，你不会处理不了吧？我来补刀。老汉饶命啊！你连这种杂碎都处理不了，要你有什么？老牛，您别看不起人，我这就去。瞧见了，这件事有你说的那么难？您说的对，只要我敢动手，他们其实也是怕我的。不错，现在咱们得趁热打铁，去把山寨给我屠了，要不然别怪我看不起你。是，拼了！滴血，快拦住他！受死吧！不知死活的锦衣卫，还敢自己送上门来！今天佛爷送你上路！来得好！这小子邪门，不行，现在不是跟他硬碰硬的时候。想走？谁同意的？他妈差点毁了老子的情报提款机！大哥，我错了，一时没收住手。听着，说点有用的东西，不然我把你扔进诏狱，让你好好把里面的刑罚都过一遍。到时候可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是，您稍等，我这就给你写下来。大哥，这秃驴只知道上线是个女的，身上有冷香，穿天水碧云锦，就这点东西，怎么卖钱？大哥，你看，神秘女贵族潜伏朝堂，意图颠覆江山，这样绝对是惊天大案。行啊，小子，黑的都能描成五彩斑斓的黑，有前途。大哥，我还找到了这个。哈哈哈哈哈哈！兵部员外郎，大鱼上钩了。王少，把这秃驴背上。咱们啊，回京发财。周大人，任务完成。血刀僧缉拿归案，这是地府组织的口供。按照我们先前说好的规矩，您啊，大大方方给钱吧。这情报，神秘女判官潜伏朝堂，赶紧的，别磨蹭，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完成情报交易，奖励发放，功法魅影神功。哦，对了，顺便还找到了兵部员外郎张卫民勾结黑风寨的信，你看看，我觉得还真挺有意思。张启明，他竟敢养寇自重！李斯，你立刻点齐人马去兵部抓人。拿钱啊，又想白嫖老子？活动经费呢？你钻钱眼里了是吧？此事10万火急。丁，触发暴击，奖励功法金刚不坏神功，名刀双天小月。王硕，拿着我的令牌，立刻点齐人马，杀向兵部。站住！此乃兵部重地，瞎了你们的狗眼！锦衣卫奉旨办案，若敢阻拦，形同谋逆。放肆！何人敢在兵部撒野？逆子，你怎么会在这里？还不给我滚过来！王硕，上去把这位阻碍公务的大人给我拿下，别忘了他之前是怎么对你的。弟兄们，跟我上！逆子，竟敢对你父亲动刀！父亲，法不容情，请配合办案。肃静！本官锦衣卫百户李斯奉旨查案，所有人原地不动，否则别怪我刀下无情。何人敢在兵部动武？没有兵部调令，你休想带走一人！人，我今天抓定了。不服，你去圣上面前告我。别动！大人，容我提醒你一句，这刀可不长眼。你敢动老夫一下试试？给老子挨个点名，把人揪出来，谁敢阻拦，格杀勿论。兵部员外郎张启明，放开我！
我要上奏陛下，你们构陷朝廷命官。你勾结魔教地府，豢养黑风寨山匪，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尚书大人，人犯我带走了，你有什么意见吗？臭小子，你等着，到时候本官定要在陛下面前狠狠弹劾你。随便弹劾，带走。大哥，我今天当众砍了我爹，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张启明通谋叛国，这是抄家灭族的大罪。你打你爹是为了挽救家族，把他从这桩案子里摘出去。你看看这么一来，他是不是就清白了？现在看，你爹若是被牵连，就是王家的罪人，而你是挽救了王家血脉的英雄。对啊，我是王家的英雄，我是为了对得起列祖列宗。大人，你可真有手段。你没有调令，怎么把人抓回来的？李大人直接把兵部左侍郎王天禄砍了，还把刀架在了兵部尚书张振山的脖子上，就这么快，直接带回来的。李斯，你无令擅闯兵部，还挟持尚书，你想害死所有人吗？老子办案轮得到你在这大呼小叫？我告诉你，你最好连夜审讯张启明，审不出东西，老子先废了你。办案规费呢？这可是通天大案，赶紧掏钱。丁，盲盒开启，恭喜宿主获得绝世武学乾坤大能力。你小子身上怎么这么重血腥味？今天到底干嘛去了？没干嘛，也就是带人强闯兵部，抓了个员外郎，顺便把刀在了兵部尚书张振山的脖子上。无令擅闯兵部，挟持朝廷大员，这是抄家灭族的死罪啊！你这逆子要害死李家！急什么？天塌不下来。还吃什么饭？趁着今晚还没被抄家，你们赶紧圆房，务必给老子留个后！公子，爹说的对，就算明日大难临头，婉清也毫无怨言。让我给你留下血脉吧。不，世子这个头份，我觉得不够。那您的意思是？过了今晚，你就会知道的。逆子，你还敢回来？对亲生父亲动刀，你简直大逆不道！我今天抓的张启明是通谋叛国的死罪，你要是收过他的礼，整个王家都要陪葬。我确实收过他一些孝敬，行过一些方便。立刻把你和张启明所有的往来账目、信件一字不漏的写下来，明天一早交给我大哥李斯，否则我们全家等死吧！逆子，昨晚到底有没有动静？你这杀头的大罪，老李家全指望再敢动那些传宗接代的废话心思，小心我提前继承爵位，送你上路。大哥，这是我爹连夜写下的保命供词，全在里边了。有了这些筹码，这大钱的天也该换换颜色。哟，看来昨天晚上过得不错嘛，精气神都足了。嘿嘿，全仗大哥指点迷津，让小弟我重振了夫纲，要不然我肯定还跟以前似的呢。干得不错，效率很高。大哥，事情我是办了，只是小弟毕竟出身王家，血脉相连，这次的事情不知道会不会牵连过广，万一王家还希望大哥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忙周旋一二。放心，大哥教你做的是顶天立地的男人，不是六亲不认的冷血畜生。该保的人自然会保。走吧，先进去看看咱们的周大人，昨晚忙活了一夜，到底审出什么结果？李百户，你终于来了。知人，怎么看周相府这模样，是都准备好了？指挥使大人那边也打过招呼了，指挥使大人已经知晓，基本打点好了。陛下那边应该问题不大。既然问题不大就好，那咱们就安心等着圣旨吧。毕竟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圣旨到，宣锦衣卫千户周涛、百知李斯、小贤王硕即刻进宫见驾。来了，诸位快带着点吧，莫要让陛下久等。宣周涛、李斯、王硕觐见。臣等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免礼，平身。看来今天这个情况不好办啊。李斯，臣在。方才兵部尚书张爱卿及多位御史联名弹劾你，无令擅闯兵部，殴打王天豹，甚至利刃胁迫二品大员，
你可认罪？回陛下，臣以为他们说的纯属无稽之谈。你放肆！当着陛下的面，还敢信口雌黄，公然撒谎！张大人，您贵为兵部尚书，位高权重，但也不能凭空污人清白，冤枉卑职啊！我冤枉你！昨日兵部上下多少双眼睛看着你，敢说你没带人强闯我兵部衙门？张大人此言差矣，卑职是去执行公务，捉拿侵犯，何来强闯闹事一说？执行公务，那你可带了陛下的假帖？可有刑部或内阁签发的缉拿文书？没带。既无陛下假帖，又无衙所公文，你还敢说无事无令擅闯兵部重地？我是奉了我们北镇抚司千户周涛周大人的命令，当时手持周千户的令牌，调兵遣将，如何能算是无令行事？周涛算个屁！他一个牵系，有何权利让你擅闯6部衙门？张大人此言谬矣，锦衣卫乃天子亲军，直属陛下统化，陛下日理万机，不可能事事亲力亲行。对于我等锦衣卫而言，上官之命便是皇命之延伸。张大人若觉得周千户无权下令，那是质疑陛下对亲军的统下之权吗？你，即便真有问题，那也是周千后指挥失当，与我等奉命行事的何干？怎能说我是无令行事？就算命令之事暂且不提，那你纵容手下公然殴打兵部侍郎王大人，此事你如何抵赖？张大人这可更是血口喷人了，我何时殴打过王侍郎？那么多双眼睛都看见了，你还敢狡辩？启禀陛下，臣等昨日亲眼所见，王侍郎确实被其子王硕所伤，而王硕正是奉了李百户之命。不错，微臣和王侍郎住得极近，刚刚张大夫所说，微臣确实有所听闻。几位大人，你们可要看清楚，想明白了再回话。你们是亲眼看见我李斯亲手殴打了王侍郎吗？当着陛下的面妄言欺君，可是重罪。就算不是你亲手殴打，也是你下的命令，是你的手下王硕动的手，你乃主官，岂能脱得了干系？王硕，属下在。我昨日在兵部门口对你下的命令是什么？当着陛下和诸位大人的面，如实道来。回大人，您当时的命令是拿下的，诸位都听到了，陛下方才也听到了，卑职下的命令是拿下的，此乃执行公务时对阻碍执法者最正常不过的处置方式。更何况王侍郎当时阻拦我等捉拿侵犯，形同共犯，我下令将其制服，何错之有？臣只是依律行事。但他还是打了王侍郎，手臂受伤，这件事众人皆知。张大人，这您可就有所不知了，人家是亲父子，王硕是王侍郎的亲生儿子。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他们父子之间平日是如何相处的，我们外人怎好妄加评论？说不定人家父子情深，平时交流的方式就比较特别呢。回陛下，李百户所言甚是，昨日之事实乃臣与犬子之间的一些误会，家事纷争而已，免不了一时冲动，并非李百户指使殴打。臣御下不严，教子无方，惊扰了部堂，还请陛下恕罪。王侍郎，我们好心好意替你说话，你怎能如此临阵倒戈？就是啊，分明是李斯纵凶行恶，你为何要替他开脱？王爱卿在，你方才所言可是实情？当着朕与满朝文武的面，你需想清楚了再回答。昨日兵部之事，果真只是你父子间的家事？回陛下，千真万确，确是臣教子无方，与犬子平日疏于管教，以致其性情顽劣。昨日在部堂之上，因些许口角，犬子才对臣动了手。此事却与李百干无直接干系。好一个家事，好一个疏于管教！王天霸，你身为朝廷命官，兵部侍郎正三品大员，理应是百官表率，家风严谨。可你呢，纵容子嗣在6部地相向，成何体统？臣有罪，臣知罪，陛下息怒。调子无方，惊扰部堂，朕就命你罚慎1年，回府闭门思过1月，好好想想。怎么当一个称职的父亲？怎么当一个合格的朝廷命官？臣谢陛下隆恩。陛下，即便王侍郎之事暂且不论，那李斯持刀压迫微臣，总是铁证如山，以下犯上，目无纲纪，此风绝不可长。还请陛下明鉴，请陛下为老臣做主，严惩此僚，以正朝纲。陛下，此事确有，但臣有下情回禀。因为张振山张大人，他包庇朝廷侵犯，阻挠锦衣卫，甚至调动兵部甲士，意图武力抗拒抓捕，此等与同党合议。真的假的啊？这张大人平常不显山不漏水的，看不出来他还有这胆子。那谁知道，人心隔肚皮，说不准人家私底下……陛下，他这是诬陷，赤裸裸的诬陷！臣对陛下忠心耿耿，岂会包庇侵犯？陛下明鉴，此乃侵犯张启明连夜审讯所得之供词，
经核实，张启明确实江湖邪教安插填入我朝廷之细作，其利用兵部员外郎之职，勾结山匪，传递消息，罪证确凿。陛下，张启明供认其在朝中尚有一名上县，身份隐秘，位高权重。而张启明昨日急于销毁证据，甚至可能潜逃了出去。张尚书却在此关键时刻百般阻挠，臣等不得不怀疑细作现在还在朝中。按照人家这么一说，张尚书他怎么可能没有问题？不，陛下，不是这样的，臣不知情，臣对张启明是细作之事一无所知啊。将供词呈上来。我好得很，朕的朝廷，朕的6部之一，居然已经被渗透成了筛子。朕的肱骨之臣，竟然将胡邪教安插进来的洗钻，真是天大的笑话。张爱卿，眼皮子底下藏着这等巨斧，你竟毫无察觉，百般阻拿缉拿，你让朕日后我如何信你？陛下，臣冤枉，臣失察，臣罪该万死。来人，兵部尚书张振山御下不严，识人不明，更有包庇侵犯之嫌，即日起停职查办。李大人还不上前领旨谢恩？臣李乾领旨谢恩，必当竭尽全力，不负陛下重托。陛下，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老臣以为，当务之急应先议定李斯等人违律罪，以正视听。否则，长此以往，朝廷遮ฟ้，陛下又何以服众？何服众？难道在眼里揪出朝廷内狗，肃清奸佞？赖大人不顾我等奉命行事时的一些办心事，法子重要吗？再说，礼部尚书苏大人就在此处，到底是谁军前失仪？不就请苏大人出来评判一二？你。快传太医，速传太医！今日之事暂且到此，张振山停职查办，务必给朕将兵部上下梳理干净。尔等办案虽有不妥之处，但擒拿细纵有功，功过相抵，不予追究。退朝！大哥，您今天真是太牛了，这种场面您都毫不畏惧，对答如流，高，实在是高啊！哎，小事儿都是小事儿。不过，周大人，在。李百户有何吩咐？以王朔这次抓捕细作协助破案的功劳，再加上他本身的伯爵府出身，在你北战府里混个市百户的职位，不过分，绝对不过分。回朔小兄弟就给他写年轻有为，保准让当上市百户，就专门安排在李百户您的手下办事。您看这样可好？可以是可以，只是周大人之前答应补借我的那份活动经费和情报费，没问题。李百庭放心，回去下官立刻就向指挥使大人申请，走加急流程，款项一下来，第一时间送到您府上。不错，如此你还是很会办事的嘛。既然您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告辞了。日后下官一定亲自去您府上拜见。大哥，我就这么成百户了？好好干，等周大人卸任之后，我让你当副千户。大哥你放心，回头等那笔经费申请下来，我就想办法让他安心回家养病，绝不耽误大哥的事。陛下无需担心，赖大人只是年事已高，一时急火攻心，气血上涌所致。臣以失真书道，片刻机构了再开渠清热下降调理心脉的汤药，悉心调理一番，定可让赖御史恢复如初，甚至精神更胜从前。无事便好，无事便好，有劳太医了。陛下，老臣绝无此意啊！苍天可见。赖爱卿无需多言，无需多虑，你如今首要之事是安心静养，保重身体要紧。陛下圣明，老臣感激涕零。行了，既然你已经醒了，那爱卿就安心养病。朕还需回去处理积压的政务，便不多陪了。居然能查到我头上来，小子，你不简单啊！赖大人，使不得啊！您刚刚急火攻心，气血逆乱，最忌情绪激动和劳累。此刻若是强行起身外出，风寒入体还是小事，万一引得风邪入络，那可是有中风偏犯之危啊！行了，你立刻去督察院，让齐云来见本官。据说本官有紧要公务与他相商。怎么，你不让老夫离开，现在连个人都不让老夫见？好吧，那我这就去为您将人寻来，您可万万不敢擅自乱动。知道了，快去吧。齐云，太医，老夫觉得胸闷，可否再为老夫斟酌一台顺气安神的方子？自然。赖老，您身体可还安好？此仇不报，老夫寝食难安。齐云，你回去之后，立刻发动督察院所有能动用的力量，搜集一切能搜集到的关于李斯其父永安侯李乾的罪证，哪怕是捕风捉影、牵强带位，也要给我罗织出几条像样的罪名来。是，赖老放心，下官明白。那李斯行事嚣张，跋扈无忌，其父李乾也并非滴水不漏，只要我等细细搜罗，不怕找不到功薄之处。好，你去办吧，要快，要狠。你怎么还在这里？我担心你。多事。我可是已经和苏大人商量过了，从今日起，婉清就正式留在我们永安侯府，以未来世子妃、当家女主人的身份，你少给我摆脸色也好，省得我每天跑来跑去，麻烦。那赖长安乃是3朝元老，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今天得罪了他，就相当于得罪了整个督察院。
那帮御史个个都是咬住就不松口的疯狗，往后有你麻烦的。怕他就不是好汉。他敢弹劾我，明日我就带着锦衣卫从督察院最底层的小狱开始挨个查起，查他们的家产，查他们亲属的生意，查他们有没有收受过边境探路。我就不信他们一个个屁股都那么干净。你还真别说，督察院那帮人大多自诩清流，不爱钱财，就好个名声和风骨。你想从贪腐上下手，恐怕不容易。丁，恭喜宿主已经触发关键节点，通敌叛国的任务目标已出现，还请小心应对。这么快就送上门来了，有点意思。